欢迎收听。今天呢，我们来一起钻研一句非常有名，但说实话也挺挑战人理解的话，就是马太福音第5章第39节：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我想啊，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反应可能都是这什么意思？太被动了吧？或者觉得这不公平啊，甚至有点危险。难道耶稣是让我们就这么忍着，还鼓励别人再来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得根据你带来的这些材料好好梳理梳理。是的，没错。这句话确实是圣经里头经常被拿出来讨论，也容易让人误解的一句。我们今天参考的这些分析啊，是来自一个专门研究圣经里难解经文的系列，所以它能帮我们打个好基础，去试着理解它更深的意思，而不是就停在字面给人的第一印象上。好，那咱们开始看材料里的说法，对这句话的理解好像有好几种角度啊。第一个就是把它看成是完全不抵抗，或者叫绝对和平主义。老实说，这个听起来最直接，但也好像最难做到，对吧？没错，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解读方向。持这种观点的人呢，他们认为耶稣在这里就是呼吁他的门徒，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报复，不要反击，甚至不要去抵抗邪恶，哪怕是身体受到侵害。他们会把这个和耶稣在登山宝训里说的其他话联系起来，就是他那段集中讲天国伦理的教导，比如不要与恶人作对，还有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们觉得这就是一个彻底非暴力的呼召。那这种彻底非暴力的观点吸引人的地方在哪儿？又会碰到什么挑战呢？它的优点很明显，就是它跟耶稣教导的核心那种牺牲的无条件的爱是高度一致的。它其实展现了一种很高的道德理想，超越了世俗那种以牙还牙的逻辑，但挑战也确实很现实。你想想，在真实世界里，面对那种严重的欺压、虐待或者暴力，完全不抵抗，会不会太被动了？会不会无意中纵容了坏事儿？而且这种解读好像也比较难跟圣经其他地方协调，比如旧约里也强调要伸张正义，保护弱者，甚至在一些很极端的情况下是允许正当防卫的。所以说，怎么在实践里平衡这种爱和对公义的追求，这始终是个难题。这就引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材料里提到第2种解读，这种看法呢，他特别关注打右脸这个细节，认为这个可能更多是关于个人侮辱，而不是咱们想的那种暴力殴打。这个细节很重要吗？对，这个细节可以说是理解的关键之一。根据这些资料的分析啊，在公元1世纪的那个犹太文化背景下，你想，一个习惯用右手的人要去打对方的右脸，最自然的方式是什么？反手打过去。没错，就是用手背反手打。而在当时啊，用手背打脸被看作是一种极其严重的公开羞辱，它的目的主要是贬低你的人格、你的社会地位，那个侮辱性啊，远比打得疼不疼要严重得多。所以这种解读就认为，耶稣可能不是在说怎么应对暴力攻击，而是在教导门徒，当你面对这种存心羞辱你、想剥夺你尊严的行为时，你该怎么回应。原来是这样，所以重点从身体伤害一下子转到尊严和侮辱上去了，这倒是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啊。这种解读听起来是不是更可行一点？它的好处是非常贴合当时的文化背景，给咱们理解这个好像有点奇怪的命令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历史场景。它强调的不是身体上的被动，而是怎么在侮辱面前你还能展现出内在的力量和尊严，不被对方的恶意给激怒，不被他定义。耶稣好像在说，别让这种羞辱得逞，别掉进他预设的那个愤怒和报复的圈套里。但是呢，这种解读也有个潜在的问题被提出来，就是它会不会在某种程度上有点削弱了这条命令本身那种颠覆性、那种挑战性。如果仅仅是怎么有风度的面对侮辱，那它还像咱们一开始感觉的那么激进吗？会不会让这个教导变得有点太容易应付了？这确实是个好问题。也许耶稣的意思比保持风度还要更深，这就带出了材料里提到的第3种看法。这个听起来特别有力量，叫激进的爱，或者说这是一种带来冲击效果的教导。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解读，它抓住了耶稣教导里那种经常让人特别惊讶、颠覆可常规的特点。核心观点是，耶稣不是在提倡被动或者软弱，恰恰相反，他是在呼召他的跟随者用一种完全出乎意料的充满恩典和怜悯的主动回应，来打破那个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这种回应方式，它本身就带着很强的冲击力。冲击力具体是指什么呢？你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啊，有人用手背带着羞辱的意思打了你的右脸，按照当时的社会规矩，你应该是暴怒，是报复，至少也是感到奇耻大辱，对吧？但耶稣说转过你的左脸，这动作他不是说来再打我一下，更像是一种非暴力但非常有力量的姿态。他一下子打破了对方的预期，甚至可能让那个攻击的人自己都感到错愕和不安。这种意想不到的回应就像一面镜子，它照出了那个攻击行为本身的荒谬和空洞。同时呢，它展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从上帝来的爱和尊严。它不是被动的受者，而是一种主动的选择，选择不跟你玩这种暴力和羞辱的游戏。哇，这种用爱来解除对方武装的解读，确实很有耶稣那种天国价值观颠覆世界逻辑的范儿。他强调的不是外在的输赢，而是内在的自由和一种更高层次的力量感。正是这个意思，他抓住了耶稣教导里那种挑战现状、呼唤人内在转变的力量。不过呢，这种解读在具体怎么用上，有时候也会让人觉得有点理想化，或者说有点模糊。比如说，激进的怜悯在面对那种持续的系统性的欺压时，具体应该怎么操作呢？你怎么确保这种非暴力不被对方看成是软弱可欺，反而变本加厉？这确实是在实践中需要不断摸索和寻求智慧的地方。这确实需要很多智慧。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第四种解读。这种观点呢，它试图在个人伦理和社会善事之间找到某种平衡。它区分了所谓的天国伦理和世俗正义。这个区分具体是怎么回事？这种观点认为耶稣在登山宝训里提的这些高标准的伦理，比如转过另一边脸，主要是针对信徒个人在人际关系里的生命操练和道德追求，是天国子民应该努力活出来的样子。但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要废除所有社会层面的法律、秩序和正义系统。也就是说，他承认，在一个不完美、充满罪恶的世界里，政府设立法庭、警察系统，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允许公民正当防卫，这些都是有必要的，是为了限制罪恶、保护公民、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所以这种看法是说，基督徒在个人生活中努力去实现不报复爱仇敌的原则，但同时呢，也可以承认并且支持社会是需要一个有效的司法和执法体系来处理犯罪和不公的。对，这听起来像是一种比较务实的看法，试图调和理想跟现实。它的好处是避免了把个人伦理直接生硬地套在复杂的社会治理上。但是呢，这种区分也面临一个挺重要的质疑，就像你材料里指出的，这里就带来一个重要的问题了，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把信仰太清楚地切割成了个人领域和公共领域？耶稣的教导难道不是想要渗透和改变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吗？包括我们怎么看、怎么参与社会结构、怎么推动更广泛的公益。如果过度的区分，会不会导致信仰在面对社会层面的罪恶和不公的时候，变得有点无力，或者被边缘化了？确实啊，这个平衡点很难把握。听了这四种不同的解读，感觉每一种都有它的道理，但也都有各自要面对的问题。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把这些解读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更全面又有说服力的理解呢？这里引人入胜的地方就在于，很多学者和分析都认为答案是肯定的。特别是如果我们把第二种解读，就是重视打右脸的文化背景那个，和第三种解读，也就是激进的爱或者带来冲击效果那个结合起来看，可能会得到一个既深刻又相对平衡的理解。核心在哪儿呢？还是要再次强调，耶稣绝对不是在教导他的跟随者变得懦弱、逆来顺受，像个受气包似的任人欺负。他是在呼召他们做出一种主动的、充满力量的选择。
那就是拒绝被卷入冤冤相报的那个恶性循环，拒绝用对方的手段来回应对方。对，让我们再回到那个打右脸的细节。如果这主要是一种侮辱性的、想要剥夺你尊严的行为，那么耶稣说的转过左脸，就不是单纯的你再打我一下，而更像是一种我称之为由尊严的扰乱 （dignified disruption）， 就好像在说，你想通过羞辱我来获得控制感和优越感，我偏不玩你这套游戏。你看，我甚至愿意让你看到我的另一边脸，但这不代表我接受你的羞辱，而是表明你的行为定义不了我，也夺不走我内在的尊严和平静。这个形容很贴切，有尊严的扰乱。这种回应方式啊，它不是软弱，而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克制的力量。Strength under control。你想想看，当你的自尊心受到攻击，你的本能、你的骄傲都在尖叫着要报复、要讨回公道、要证明自己不是好欺负的时候，你却选择了一条更高但也更难的路。你选择了怜悯，选择了保持自己的尊严，选择了不被对方的恶意所定义和污染。这恰恰是一种深刻的内在力量的展现，而不是外在行为上的屈服。它实际上是夺回了主动权，拒绝按对方设定的剧本走。克制的力量，我喜欢这个说法。它不是压抑愤怒，而是超越愤怒，选择一种更有力量的回应。那么，理解了这些之后，对大家来说，这一切在现实生活中意味着什么呢？你提供的材料里也给了一些很具体的例子，我觉得特别有助于我们思考怎么应用。比如在工作场合，这可能是我们很多人都碰到过的。假设你感觉有同事在背后说你坏话，或者用一些不太明显的方式 undermine 你，就是暗中破坏你的工作或者声誉。我们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特别生气，想立刻找他对峙，或者也用同样的方式去回敬他，对吧？但根据我们刚才讨论的原则，一种更有力量的回应可能是选择用冷静、专业和尊重的态度来处理。也许是找个合适的时机，直接但平静地跟对方沟通你的观察和感受，或者更常见的是，在行为上持续展现出你的专业素养和正直品格，用事实证明你的价值，表明你选择不参与这种低级的办公室政治。这本身就是一种转脸，拒绝让对方的负面行为拉低你的水准。对，家庭冲突中也是一个特别需要这种智慧的场景，因为关系近嘛，家里人的话有时候反而更容易伤人。比如说，如果家里有长者或者伴侣用了非常严厉甚至刻薄的话批评你，心里感到受伤和愤怒，这是完全正常的。但是箴言，就是旧约里的一本智慧书，里有句话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在那个当下，选择用温柔的尝试去理解，即使你完全不同意对方的观点，或者至少选择暂时不回应，给自己和对方一点空间冷静下来，避免让冲突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这本身就是一种克制的力量的应用，它阻止了伤害的循环。还有就是网络世界了，说实话，网络简直就是各种形式打脸行为的重灾区，对吧？匿名性常常让人变得更尖刻、更不负责任。确实是。当看到有人在社交媒体上留那种恶意的评论，攻击你、你的观点，甚至你的人格时，那种想要立刻怼回去，用更难听的话反击的冲动，可能是非常强烈的。但耶稣这个教导就提醒我们，停一下，用同样的尖刻和愤怒去回应，最终只会让双方都陷在泥潭里。或许你可以试着用善意、理性的方式回应，心平气和地澄清事实，或者表达不同看法。而有些时候，就像材料里提到的，选择沉默是金，不参与到那种无谓的消耗性的口水战里去，这本身就是一种最有力量也最符合这个教导精神的回应。它表明你拒绝被卷入负面情绪的漩涡。对，你看，这些例子的核心原则都是一致的。耶稣在呼召我们，不要让那个被冒犯的骄傲、受伤的情感或者愤怒的本能来主导我们的反应。相反呢，他呼召我们凭着爱、
怜悯、智慧和内在的力量来生活和回应。这跟咱们前面反复提到的克制的力量是完全一致的。这并不是说要压抑所有的负面情绪，假装自己不在乎，而是说不要被这些情绪所掌控，要选择一种更有建设性、更能反映生命深度和信仰力量的方式来做出回应。所以说，归根结底，下次当你感觉自己被打脸的时候，记住啊，这不一定真的是物理上的打击，更多时候可能是通过伤人的话、不公的行为、轻蔑的态度，让你感到被侮辱、被贬低、被否定。在你条件反射的想要愤怒、报复、争辩或者自怨自艾之前，或许可以先停下来，深呼吸一下，想一想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不同层面的含义。然后呢，尝试用一种出乎对方意料的怜悯，一种有尊严的平静，或者一种克制的智慧，给对方也给自己一个不同的可能性。这种回应也许不能立刻改变对方或者改变环境，但它首先改变了你自己的内在状态，让你不被恶所胜，并且呢，在这个常常显得充满敌意和黑暗的世界里，发出一点点与众不同的光芒。这让我想起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头，这是他写给罗马教会的一封很重要的信里的一句话，可以说是对这个原则非常精彩的总结。他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句话精准地抓住了这种积极的、主动的，用光明去回应黑暗，用善意去化解恶意的精神。它不是被动的忍耐，而是主动的用良善去战胜邪恶。深入探讨的结尾，我们想留给大家一个可以继续思考的问题。今天我们主要聚焦在怎么在个人层面回应侮辱和冒犯，但是我们讨论的这种出人意料的怜悯、克制的力量，或者说以善胜恶的原则，它有没有可能以及怎么能够被应用到更广泛的冲突场景中去？比如说群体跟群体之间的矛盾，社会结构里的不公义，甚至是更大范围的系统性问题。这无疑是一个更复杂但也特别有现实意义和挑战性的探索方向，值得大家继续深入去想想。